今天我们来聊聊囤粮备灾的大学问，尤其是许多银发族，总爱在家里囤满白米，觉得有米饭就心安理得。你是不是也认为，只要备好了几十公斤白米，无论出什么事都饿不着？但我要提醒你，别再傻傻只囤白米了。一旦断气断电，这堆生米根本煮不熟，到时候你守着满缸白米却下不了肚，该怎么办？难道要干嚼生米充饥吗？别开玩笑了，那不但硌牙吞下肚，还可能惹出一堆肠胃问题，甚至吃出毛病来。听到这里，或许你心里嘀咕，怎么会煮不熟？我有瓦斯炉，有电锅啊。可问题就在这里，断气指的就是瓦斯供应中断，断电更不用说，电锅、电磁炉通通无法使用。在重大天灾人祸中，停水、断电、断瓦斯是常有的事。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全岛多处地区瓦斯管线破裂，供应中断。2008年汶川大地震，灾区电力中断数周，做饭成了难题。试想极端情况下，你家厨房的瓦斯炉一点不着火，水龙头流不出水，电磁炉变成摆设，旁边却有一大桶生米在角落静静看着你，外面饿殍遍野，而你眼睁睁看着这米却煮不熟，这场景够不够惊悚？此时此刻，白米非但不是救命粮，反而成了让人干瞪眼的饥饿诱饵。为什么说断气断电时白米煮不熟？我们来算一笔账，平常用电锅煮饭是不是要20-30分钟？瓦斯炉上烧开水焖饭也差不多这个时间。烧火这么久，没有稳定的燃气和电力怎么办？也许你说，我还可以在院子里支个柴火灶，用木材生火煮饭，话是没错。可城市里有几个人备了柴火？再说灾变当下风雨交加，你冒险生明火不怕引发火灾吗？更现实的是，就算你真搭起炉灶烹煮，宝贵的水源和燃料都会挥发在长时间的烹饪中。煮一锅米饭至少要1杯米配1杯水，还得长时间沸腾，小火焖煮，期间锅盖一掀，水汽直飘散，白米每煮熟一粒，你的水和燃料就哀叹一分。反观有些食物，只要少量开水冲泡几分钟就能吃，不仅省水省瓦斯，还不耽误时间。非常时刻，时间和燃料就是生命，你能奢侈的慢慢煮饭吗？更何况没煮熟的夹生饭根本不能吃，米饭半生不熟，不但难以下咽，还潜藏健康风险。平常饭稍硬一点都有可能消化不良，何况灾难时环境恶劣，万一白米煮到一半断火，只蒸出一锅夹生饭，吃了可能拉肚子，甚至引发食物中毒。历史上就有灾后因吃未熟食物引发疾病而造成2次伤亡的案例，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所以光囤白米而没有替代主食方案，就是把救命粮变成了鸡肋。那么难道囤白米毫无用处吗？当然不是，白米耐存放热量高，平时主食非它莫属，只是在缺水缺燃料时难以应急。我们需要的是关键时刻真正能煮得了吃得饱的主食。哪怕燃料有限，水资源宝贵，只要一壶开水烫下去3分钟，就能端上一碗香喷喷的主食，快速补充体力。听起来很神奇吧？其实一点也不神，这3种快煮主食或许就藏在你厨房的角落，只是你从没重视它们。在灾难关头，它们比你箱底的黄金还珍贵，因为黄金再贵也不能当饭吃，而它们能救你一命。下面我们就来揭晓这份银发族救命粮清单，看看哪3位主食救星入选。首先登场的是第一位救命主食，方便面，俗称泡面。你没听错，就是超市里几块钱一包，平时嫌它没营养的方便面。别小看这种食物，非常时刻它可是无数人幸存的关键。为什么方便面能成为断气断电时的救星？因为它只需要开水冲泡3分钟，不用长时间煮炖，就能变成一餐热腾腾的面食。想想看，在没有瓦斯没有电的夜晚，一杯开水冲下去，3分钟后就能捧上一碗热面，这种感觉有多窝心。而且方便面本身含有油脂和调味粉包，即使没有新鲜菜肉搭配，单吃也足够提供热量和盐分，迅速补充体力。方便面为什么这么神奇？背后其实有一段传奇故事。时间回到2次大战后，日本一片废墟，粮食极度缺乏，大阪街头人们为了一碗热拉面大排长龙。
就在那时，一位名叫安藤百福的台湾裔日本人决心要发明一种人人都能方便吃得起的面。他在家后院搭起小棚，一次次试验，从太太的天妇罗油炸得到灵感，将煮熟的面条油炸干燥，就能迅速脱水保存。经过无数失败，1958年他终于推出了全世界第一包速食面，名叫鸡汁拉面，只要加开水泡几分钟就能吃。这一发明轰动了当时社会，从此这种泡出来的面风靡全球，成为现代食品工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后来方便面还出了杯装版本，只需倒入热水，盖上盖子，焖一会更加方便。直到今天，全球每年消费的泡面高达数千亿份，可见它有多受欢迎。方便面之所以能长期保存又快速变软，正是拜油炸脱水工艺所赐。面条在制作时已经过蒸煮熟化，再经高温油炸除去水分，形成多孔的干面块。热水一冲，面饼立刻吸水膨胀，仿佛满血复活。所以烹调方便面其实不算煮，更像是复原，难怪只需几分钟。相比之下，一碗传统生面条至少要煮沸5到10分钟，更别说白米要焖煮20-30分钟。两者在时间和燃料成本上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据测算，用泡面充饥可比煮饭节省80%以上的燃气，因为你只需要把水烧开一次，不必长时间维持沸腾。在燃料短缺的灾区，这可是救命的节约。说到这里，有些长辈可能要皱眉问，方便面不是垃圾食品吗？平常都说少吃泡面。没错，方便面盐分和油脂较高，作为日常主食确实不够健康。但是请记住，我们谈的是救命时刻，在灾难环境下，热量和水分远比一点点盐油的顾虑重要得多。人在饥饿脱水时，盐分能帮助留住体内水分，油脂则提供能量和饱足感。所以泡面那咸咸油油的汤，在饿肚子的时候反而是生命汤汁。再说，非常时期也吃不了几包泡面，不会让你血压飙升到哪里去。如果实在担心盐分过高，可以少放一部分调味粉包，或者不喝完汤汁。但千万别因为它不够健康，就忽视了它的应急价值。一包小小的方便面在关键时刻顶得上一顿热饭，这对年迈体弱的人尤其重要。想象一位银发长者在无电无燃气的寒夜，泡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既暖胃又安心，这是多少黄金都换不来的慰藉。方便面还有一个优点，不需要繁复的厨具餐具，很多泡面都自带纸杯或碗，撕开调料包一冲就能吃，吃完连碗都省得洗。即使是袋装方便面，平时咱们嫌口感不好会下锅煮，但其实用开水浸泡一样能吃，只是面体稍微软烂一些。在紧急情况下，你根本不会介意面是否 Q 弹，甚至退一步说，就算没有燃料烧热水，方便面干吃也能充饥，掰碎了直接当饼干啃，或者用冷水泡长一点时间，也能勉强吃下。试问还有哪种传统主食能像泡面这样及时？干大米你能生吃吗？面粉你搅凉水能下肚吗？都不行。而方便面一拆开就能往嘴里送，口感差一点又如何？关键时刻填饱肚子要紧。有经验的求生专家都把方便面列为应急物资清单中的头号选手。你可能不知道，在很多灾难现场，方便面往往充当硬通货，一般的存在救援队和灾民都离不开它。有统计显示，2008年汶川地震后短短3天内，公益机构和企业捐赠的方便面超过1000万包，成为灾区主要的食品供给。因为相比把原料运进灾区，大锅煮粥饭，发放泡面，让灾民自行开水冲泡效率高太多了。还记得过去绿皮火车年代，乘客长途旅行随身必带几包泡面，列车一停靠就排队接热水冲泡，那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这正是因为泡面随时随地解决温饱的能力早已深入人心。在缺衣少食的困境中，一包方便面带来的满足和能量绝对不是几块钱的市价可以衡量的。难怪有人说非常时刻它比黄金还珍贵。所以家中备些方便面绝对是明智之举，重点是记得定期轮替，确保不让它过期。泡面虽然干燥不易坏，但油炸面饼放久了可能产生哈喇味，
调料包的风味也会下降。建议平时就适量吃掉旧的，补充新的，保持存货新鲜。顺带一提，市场上也有一些号称非油炸低钠的养生泡面，可以提供给担心健康的长辈选择。平日时它是方便的速食面条，储存一段时间后还能当战备粮，一举两得。总之，方便面在紧急时刻是当之无愧的救命主食。各位银发族，千万不要因为观念偏见而拒绝囤几包，危急关头你会庆幸自己有这些垃圾食品救命。第二位救命主食是燕麦片，很多长辈对燕麦片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洋人的早餐或养生减肥食品。其实燕麦片不只是健康食品，更是极佳的应急主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燕麦片几乎不需要煮，把即食燕麦片倒进碗里，用热水一冲，搅拌几下，3-5分钟内就能变成一碗软糯香浓的麦粥。如果有保温瓶或焖烧罐，倒入热水后盖上盖子焖一下，口感会更绵滑。不用瓦斯长时间加热，不用繁琐厨艺，一杯开水就搞定一餐。这对断气断电时期来说太宝贵了。其实早在几百年前，燕麦就是欧洲许多地区的主食，耐饥又营养。苏格兰高地的军队据说每人随身带着一袋燕麦，行军打仗时只要加水搅一搅，就能充饥恢复体力。英格兰人还曾嘲笑苏格兰人，说燕麦在我们英格兰是喂马的东西，在苏格兰却是为人自己吃的。殊不知，正是仗着这朴素的燕麦粮食，苏格兰士兵在恶劣环境下依然健步如飞，体力惊人。这个故事道出一个事实，燕麦片看似简单，却是非常强大的能量来源。从营养角度讲，燕麦的确比白米饭更养人。燕麦富含膳食纤维，蛋白质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对银发族而言，常吃燕麦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稳定血糖，促进肠道蠕动，难怪被称为长寿食品。在缺乏新鲜蔬菜和肉类的灾难时期，一碗燕麦粥提供的纤维和营养能多少弥补饮食失衡。更厉害的是，燕麦的饱腹感很强，同样热量下，吃燕麦比吃米饭感觉更饱。饥饿时这一点格外重要，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每人分到的食物有限。如果是燕麦，少少一碗就能让老人小孩顶住许久，不至于饿得头昏眼花。燕麦片在保存和使用上也有几大优势。首先，它干燥耐储，即食燕麦片通常经过蒸熟、压片、烘干处理，含水率极低，不容易变质，只要密封防潮，室温下放个1-2年都没问题，是非常可靠的存粮。其次，它用水极省，煮米饭要精确控制水量，一不小心水少了会烧焦，水多了又浪费燃料。而泡燕麦片就没那么讲究，想喝稀一点就多加水，喜欢稠一点就少加水，怎么泡都能吃。而且你喝掉的是麦粥本身，水分全部进肚，不像煮饭那样有大量水蒸气蒸发或倒掉米汤的浪费。第三，它吃法灵活，燕麦片本身没有强烈的味道，甜咸皆宜。你可以加糖或奶粉冲成香甜的麦片粥，也可以撒点盐巴，倒些罐头汤汁，调成咸口的燕麦咸粥。若你还囤有豆奶粉、花生粉之类的冲泡食品，也能和燕麦一起泡，增加风味和热量。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种百搭属性让燕麦片更加珍贵。有什么配料都能往里加，没有配料光吃麦片本身也照样顶饿。或许有人要问，没有热水直接冷水泡燕麦行不行？万一连开水都难拿到呢？实际上也是可以的。即使燕麦片用冷水浸泡久一点也能软化，只是口感比热冲差一些。但在没有加热条件时，能吃进肚子最重要。有人担心冷水泡会有细菌，其实即食燕麦片在出厂前都蒸熟过，相当于半熟状态，干净又安全，直接冷水泡不会有生食的风险。当然，如果真的只能冷水泡，最好保证水源干净可饮。如果有瓶装水、矿泉水用来泡燕麦就很安心。灾难当下，能不经烹煮就入口的主食本来就屈指可数，燕麦片算是其中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个。说到这里，习惯吃米饭的长者可能还是觉得怪，
拿燕麦片当正餐会不会吃不习惯？其实完全不必担心。现在许多人也开始用燕麦替代部分白米，熬燕麦粥、蒸燕麦饭都很流行。灾害当前更不用讲究口味，能果腹就是硬道理。何况燕麦煮出来的口感有点像米粥，软烂香浓，老人小孩往往比干饭更容易吞咽消化。如果实在想念米饭的感觉，可以在纯粮中加入一种叫麦米的东西，那是将燕麦粒碾成类似小米的颗粒，煮起来口感接近白饭，但所需时间短得多，也是很好的应急主食。不过麦米在市面上较少见，一般超市卖的还是燕麦片居多。简单起见，囤即食燕麦片准没错。最后提醒一下，存储燕麦片要注意密封防潮，燕麦一旦受潮发霉就不能吃了，所以开封后最好分装到干燥的玻璃罐或夹链袋中，置于阴凉处保存。如果担心虫害，可以在容器底部放些干燥剂或几粒花椒、几片月桂叶作为天然驱虫。只要保存得当，燕麦片的保存期限甚至比方便面还长，而且燕麦价格便宜，大包购买很实惠。平时早餐吃一碗既省钱又顶饱，还顺便轮替了存货，何乐而不为？总之，燕麦片绝对称得上关键时刻比黄金还珍贵。毕竟黄金不能充饥，但一杯燕麦粥下肚，你就有力气去迎接更大的挑战。第三位救命主食是米粉，干燥米线，这可以说是白米的变身版。把大米磨浆压制成细细的米线，再彻底烘干，就成了洁白轻巧的一捆捆米粉。正常日子里，米粉常被用来炒米粉或煮米线汤当美食，可在非常时期，它摇身一变成了白米的最佳替补。米粉最大的优点就是易熟，因为线条细，质地松散，稍微一抛即软，几分钟就能煮好。一撮米粉放进滚水里，不消3分钟就变得柔软透亮，甚至不用一直煮，开水冲下去焖一会也能熟。相比之下，等白米煮开花至少要20-30分钟吧。米粉把白米的烹调时间缩短到1/10不到，节省的燃料和时间可想而知。有人或许好奇，米粉不就是用米做的吗？那干脆直接泡生米行不行？这可不一样，生米颗粒坚硬，单靠热水焖泡很难在短时间内吸水变软，不煮开根本咬不动。而米粉在制作过程中，相当于把米预煮了一次。制粉时，米浆通常要蒸熟或烫熟再压调，因此米粉本质上是熟米的干燥品，就像方便面是熟面脱水一样，米粉也是熟米脱水，所以预热水后它恢复得特别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开水泡米粉几分钟就能吃，而生米怎么泡都还是硬的。可以说，米粉就是为缩短米饭烹调时间而生的产物。翻开历史，你会发现米粉在战乱年代多次拯救了饥饿的人们。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湖南一带的军队就以米粉为随军口粮，用热水一烫就能充饥，不需要生火煮饭，既避免炊烟暴露行踪，又节省宝贵燃料。在民国年间几次饥荒里，米粉也成为救济粮之一，被大量分发给灾民充饥。因为米粉柔软好消化，体弱的恶民也能下咽。一位经历过1949年战乱的老者曾回忆，他逃难时随身携带了一包米粉，每天就着溪水抓一把泡开吃，硬是靠米粉撑过了颠沛流离的数周。可见在颠沛流离之际，米粉是多么可靠的充饥口粮。现代社会，米粉依然是应急储粮的佼佼者，尤其在南方地区，不少家庭习惯备一些干米粉，因为它保存得当，可以放非常久。干米粉和白米一样干燥，但因为形态蓬松更透气，只要保持干燥，不生霉，放个3-5年，品质都不会有明显改变。我们常见超市卖的米粉还标榜非油炸，纯米制成，对健康没有负担。银发族平时可能觉得米粉难消化，那是因为餐馆里的炒米粉往往放很多油。如果用水煮的方法，米粉其实软滑清爽，比米饭更容易消化呢。特别是牙口不好的老人家，白饭若没煮软很难咽下，米粉稍泡久一点就烂糊糊的，反而容易吞咽。怎样用米粉做一餐主食呢？其实特别简单，最基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先用开水把米粉烫软，然后捞起，
加点随手可得的调味拌着吃就行了。举个例子，如果你有酱油或辣椒酱，就把米粉捞出来拌上，变成一碗咸香的酱拌米粉。如果有罐头食品，可以把罐头里的肉汁浇到米粉上，就是一碗带鲜味的汤面。要是手头只有盐巴也没关系，撒点盐拌着吃，虽然清淡，至少有咸味易入口。当然，若能生火煮一锅汤，再下面粉就更好了。家里如果有干货，如脱水蔬菜、干香菇、柴鱼片等，都可以一起煮进去提鲜，这样一碗米粉汤就很丰盛。其实许多素食罐头都带汤汁，比如玉米浓汤罐、鸡汤罐等等。你甚至可以先加热罐头里的汤汁，或者用热水冲泡干燥的浓汤块，然后把干米粉直接泡在热汤里，几分钟后，一碗热腾腾的汤面就做好了。这种把主食和汤水结合的吃法，非常适合资源匮乏时最大化利用有限的食物。可能有人会想到另一种粉丝、绿豆或红薯淀粉制成的细粉条，粉丝同样泡几分钟即熟，也是不错的应急食物。不过粉丝偏透明，有点韧劲，作为配菜不错，但要当主食果腹，还是比不上米粉。米粉本质上是大米，吃一碗等于吃下一碗米饭的碳水化合物，抗饿效果非常好。若有条件，还可以将米粉和少量白米搭配着煮。白米难熟，但少量还是煮得烂的，可以把白米和米粉以1:3的比例混合煮粥，几分钟就能出锅，比单独煮白米快得多，而且还带点米饭颗粒的口感，营养也更全面。这也是节省燃料的一个小妙招呢。囤储米粉要注意防潮防虫，跟燕麦片类似，米粉受潮会粘结发霉，绝对不能食用。所以买回的干米粉最好分装密封在塑料袋或罐子中，放在阴凉干燥处。此外，米粉常遭米虫蛀食，存放时可以在容器底部放一些干燥剂或几粒花椒、几片月桂叶来赶跑虫子。只要保持干燥无虫，米粉真的是可以长期陪伴你的干粮好友。别忘了定期检查，虽然米粉不太会真正过期变质，但放太久口感会变差。建议每年食用掉一部分旧存货，再补进新货，保持良性轮替。总的来说，米粉是非常值得囤积的救命主食，它几乎弥补了白米在应急情况下的所有缺点。煮得快，耗水少，易消化，可长期保存。不论是地震后在废墟边架锅煮食，还是台风夜在无电的厨房里点燃小瓦斯炉炖汤，干米粉都能在短短几分钟内化为一锅救命的饱腹热食。试想外头风雨飘摇，家里瓦斯有限，但你迅速烧了一壶水，抓一把米粉加点调料煮成热汤，一家人分着喝下肚。这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比起冰冷的金条和钞票，这碗暖乎乎的米粉汤才是真正珍贵的东西？看完上述分析，你应该明白了，仅仅囤积白米并不足以让你高枕无忧。真遇上断水断电、燃料匮乏的危机时刻，能快速煮熟、即刻果腹的主食才是救命关键。我们介绍的方便面、燕麦片和米粉就是这样的3剑客，它们平时不起眼，价格低廉，但在关键时刻却比黄金还珍贵。黄金满屋也换不来一碗能吃的热食，而一碗热腾腾的快煮主食却能挽救性命，给人希望。当然，准备囤粮时也不要走极端，白米等传统主食依然该囤，只是记得同时准备一些快煮食品，做到搭配均衡。平常日子里，不妨偶尔把这些快煮主食融入日常3餐，早上来碗燕麦粥，午餐试试方便面，加颗蛋和青菜，晚饭炒盘米粉配点肉丝，这样既省瓦斯省事，又能确保存粮新鲜轮替，一举两得。一旦灾难来临，你也能从容应对，因为你的厨房早已备好这些即时能量包，不用发愁没火没电吃什么。最后提醒，除了食物，也别忘了储备足够的干净水源和简易炊具，如露营瓦斯炉、小型固体酒精炉等。在快煮的主食，也需要水和一点点热源来激活它们的美味。有了水，有了火，再加上上述3种快煮主食，即使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变，你也多了几分底气和生存保障。
总而言之，别再傻傻只囤白米这句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前人的经验教训。聪明的储备应当多元化，特别要包含那些关键时刻派得上用场的快煮主食。希望我们都永远用不上这些囤粮，但正所谓未雨绸缪才能临危不乱。现在就检视一下你的储备清单吧，给白米旁边腾些空间，留给方便面、燕麦片和米粉这几位救命英雄。别等到断气断电时才追悔莫及，未雨绸缪的人才能在风雨过后笑到最后。